里啊，唯有埋头搞事业的蔡依林输得最惨。作为被大众公认的周杰伦正牌女友，却得不到正主的认定。两个例子，那你要不要再应该说就是承认？没有承认啊。他在谈恋爱，看起来像谈恋爱的感觉啊。莫名其妙。现在我也是半坦白的跟你们讲，说是好朋友。2001年，那时的周杰伦是刚刚横空出世的音乐怪才，帽檐压得低低的，话不多却才华横溢。那时的蔡依林是带着婴儿肥的少男杀手，唱着甜美的泡泡糖情歌。在综艺大哥吴宗宪的撮合下，两个青涩的灵魂开始碰撞出了火花。据说啊，初次见面是蔡依林主动索要电话，而周杰伦只是酷酷的留下一句我没有电话，转身就走。但才子与家人的故事总是不缺浪漫的后续。周杰伦很快就有了手机，并且特意将尾号设置成了谐音10的数字。他会在蔡依林与公司闹纠纷时为他奔走，帮他寻找下家，也会在他心情低落时陪他远赴异国散心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将自己最巅峰时期的创作才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。说爱你，布拉格广场，骑士精神，一首首爆红的这式情歌，不仅将蔡依林推上了小天后的宝座，更成了两人之间心照不宣的爱情密码。那或许啊，是两人最甜蜜的时光。周杰伦会为喜欢看星星的蔡依林，所有人都相信这对乐坛的金童玉女一定会像童话故事里写的那样，从此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。然而童话终究是要被现实打碎的。周杰伦是他日记里那个头低低的男士，是他事业上的贵人，是他歌曲里无处不在的影子，却唯独不是他被公开承认的男友。这段被大众默认的感情啊，始终笼罩在一层朦胧的纱幔之下，给了他所有的宠爱，却从未给过一个确切的名分。2005年的冬天，这层纱幔被一张照片以最残忍的方式彻底撕碎。日本代官山街头，狗仔的长焦镜头里，周杰伦亲昵地搂着美女主播侯佩岑的肩膀，笑容灿烂。照片一出啊，舆论哗然。周侯恋这3个字像一颗炸弹，不仅宣告了一段新恋情的开始，也等于在全世界面前宣判了蔡依林在这段不明不白关系里的出局。一夜之间啊，蔡依林从人人艳羡的这女郎，变成了全亚洲媒体镜头下那个最尴尬的输家。所有人都等着看她崩溃，看她痛哭流涕，看她如何回应这场公开的难堪。但蔡依林啊，没有给任何人看笑话的机会，她没有哭，没有闹，更没有向媒体说一句对方的不是。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智，迅速斩断了所有的藕断丝连。跟她一直以来都是很好的朋友，曾经很陌生，曾经很要好，但是我觉得两个人的友情其实很难用3言2语来形容。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受害者啊。他连夜向公司提出了著名的3不政策，从此不收周杰伦的新歌，不上侯佩岑的节目，不与周杰伦同台。这个决定是他骄傲的止损，更是他决绝的宣战。但外界却都等着看他的笑话，等着失去周杰伦庇护的他还能支撑多久。但蔡依林却对这些嘲讽充耳不闻。也是从这以后啊，华语乐坛少了一个甜心教主，却多了一个拼命3娘。他不是天生的舞者，甚至一度被嘲笑同手同脚。为了撕掉这个标签，他就去挑战所有歌手都望而却步的艺术体操，鞍马、钢管舞、无重力彩带。每一次演唱会啊，他都像一个极限运动员，用一个个挑战人体极限的惊人表演，让所有曾经质疑他的人瞠目结舌。那些年啊，他身上因为练舞留下的伤痕，恐怕比他获得的奖杯还要多。他的音乐也完成了彻底的蜕变。从舞娘开始，他的歌曲里不再只有情窦初开的小情小爱，更多的是关于女性力量、自我认同和对社会议题的探讨。大艺术家呸 Ugly Beauty 一张张专辑啊，不仅横扫各大颁奖典礼，更让他从一个偶像歌手真正蜕变为一个引领时代、具有深刻思想的华语天后。他用1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最彻底的自我重塑。当他终于可以穿着自己设计的华服站在万人中央，自信地唱着 I'm not yours 时，人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啊，他从来不是需要呵护的花朵，他本身就是一棵常青树。在这期间，他也曾经尝试过新的感情，与彭于晏的3年地下情，因事业与家庭的压力而遗憾告终；与锦荣的6年爱情长跑，本以为能修成正果，却在谈婚论嫁时，因对方提出婚后财产共有、房官夫姓等苛刻要求，让他毅然选择放手。对于一个年收入是对方300倍，且早已将独立与尊严刻进骨子里的女王来说，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他绝不将就。20日纠缠，只剩下成熟的相视一
一笑。如今的蔡依林早已不再需要用一段感情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她的人生进入了一种更广阔、更自由的境界。她告诉所有关心她的粉丝，不用替我担心，我自己都没有担心。我现在真的觉得不用太刻意去寻爱。回顾双对恋的往事啊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总结：周杰伦的离开对当年的蔡依林而言是一场劫难，但对后来的蔡依林而言却是一份最残酷的成人礼。他抽走了她世界的中心，却逼迫她学会了如何成为自己的宇宙。她没有嫁给万众瞩目的天王，因为她最终选择成为了自己的女王。